夫人，您醒醒，该喝药了。母亲在边关奋勇杀敌，保我东昭国太平。儿子敬母亲一杯，贺母亲凯旋。轩儿，你，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别喊了，这曼陀罗剧毒，半个时辰内经脉尽断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是你下的毒，为什么？因为北离国要你死，那10座城池就是用来埋你的命，陛下已经答应了。为了咱们顾家的荣华富贵，为了修远能顺利迎娶长公主，只能委屈你一个人去死了。你也别怪我们，要怪就怪你功高震主。庄婉之一生无愧于国，无愧于家，今日落得如此，非我之罪，是天意。你想重生挽回一切，只为自己而活吗？你能让我重生，代价是什么？我乃仙界上仙，遭人暗害，只剩残魂。我助你时光逆返，传你修仙功法，代价是有朝一日你飞升仙界，替我报仇雪恨。好，只要能重来一次，管他仙界还是地狱，我庄婉之都接了。夫人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方宁，现在是哪一年？天佑13年啊，夫人，您是不是操练新兵太累了？天佑13年，距离北离国大军来犯还有3个月，我真的回来了。顾修远、顾家，还有那个狗皇帝，你们欠我的血债，这一世我要你们千百倍的偿还。庄婉之，我让你给我定做的浮光锦裙子呢。杀戮太重，怨气冲天。你若入地府，陛下18层地狱。他们欺我、叛我、杀我庄家满门，我灭他们天经地义。你想重生挽回一切，只为自己而活吗？你能让我重生，代价是什么？我乃仙界上仙，遭人暗害，只剩残魂。我助你时光逆返，传你修仙功法，代价是有朝一日你飞升仙界，替我报仇雪恨。好，只要能重来一次，管他仙界还是地狱，我庄婉之都接了。夫人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方宁，现在是哪一年？天佑13年啊，夫人，您是不是操练新兵太累了？天佑13年，距离北离国大军来犯还有3个月，我真的回来了。顾修远、顾家，还有那个狗皇帝，你们欠我的血债，这一世我要你们千百倍的偿还。庄婉之，我让你给我定做的浮光锦裙子呢。你整天在军营里跟那些粗鄙的男人混在一起，连一点当母亲的样子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把浮光锦交出来，我就去告诉祖母和父亲，让他们狠狠惩罚你。直呼生母名讳，毫无尊卑教养，顾家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你算什么母亲？你不过是个满手血腥的粗鄙武妇，你根本配不上我父亲。你方才要打我，从小到大你从来没碰过我一根手指头。从今天起，你再敢在我面前放肆半句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庄婉之，你个疯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，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您这是……以后叫我小姐。顾家这乌烟瘴气的地方，我待够了。庄婉之，你简直反了天了！你发什么疯？竟然把瑶儿吓得不轻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做母亲的慈悲心？慈悲？对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不需要慈悲。你什么态度？你整日在军营厮混，不管教孩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回家就知道撒泼打人。你真以为自己立了点军功，这武安侯府就是你说了算吗？去！现在就去福安堂给母亲和瑶儿下跪认错。顾修远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算盘？靠着我的嫁妆和军功养活顾家上下，转头却和那魏初兰暗通宽曲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？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你这个悍妇！你敢打当朝侯爷？打你怎么了？梅一剑宰了你，已经是本将军今天心情好。这是和离书，签了它。和离，
你休想！没有我武安侯府的庇护，你一个女人在京城算什么？不签也行，我自有办法让顾家身败名裂。凡胎肉世，终有极限。唯有踏足修仙大道，拥有绝对的力量，才能将那些魑魅魍魉彻底碾碎。吃我的，用我的，拿我的血汗钱去养小三公白眼狼。今夜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嫁妆和御赐之物。收。剩下的都是顾家的东西，狗都不要的玩意儿。明日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自命清包的贵族拿什么去摆阔。庄婉之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库房失窃是不是你干的？造孽呀！家门不幸啊！娶了这么个克星进门，偷到夫家财物，这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一大早就在这里狗吠，顾修远，你的教养呢？别装蒜！除了你，还有谁能一夜之间搬空整个库房？你马上把财物交出来，否则我立刻拿着和离书去官府告你盗窃！不仅要交出财物，你还要去祠堂跪上3天3晚，向列祖列宗谢罪。你生是顾家的人，死是顾家的鬼，你的东西就是侯府的。来人，给我冲进去，把这悍妇！帮您听令，属下在。全面封锁琼华院，顾家人的死活与我庄婉之再无半点瓜葛。谁敢踏入此院半步，不必回禀。擅闯者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你到底练了什么妖法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滚，或者死。侯爷，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天塌了呀！狗奴才，嚎什么丧？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毒妇造反更糟？空了，全空了！老夫人您福安二房的私库被人洗劫一空了，连装金子的箱子上的粗铁链都被人硬生生拧断了呀！你说什么？我攒了10年的金子！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大哥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院子里的地下暗室被人给搬得连根毛都不剩了，我那几千两私房钱啊，全地下暗室？什么暗室？你哪来那么多私房钱？一定是你干的！你不仅偷了侯府的大库房，连母亲和弟妹的私库都不放过。庄婉之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侯爷捉贼要拿赃，你们若是觉得是我拿的，大可以去顺天府报官。不能报官，一旦报官，孙氏私设暗室中饱私囊，诸事侵吞御赐之物的事情就会大白于天下，整个顾家的面就全丢尽了。我不能报官。好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方侍卫，大小姐让奴婢来问问，她那套浮光锦的衣裙，夫人做好了没有？再敢来烦将军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将军，这群白眼狼真是不知死活。一群秋后的蚂蚱，让他们再蹦跶几天。末将萧然安怀，参见将军。起来吧，都是自家兄弟。这次急召你们秘密回京，是因为庄家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狗皇帝，忘恩负义的畜生！当年若不是老将军拼死护他上位，他连个屁都不是。如今坐稳了皇位，竟敢对将军痛下杀手！既然这东昭国容不下我们，那我们不能任人宰割。10万庄家军只认您一块虎符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们立刻杀入皇城，推翻这腐朽的朝廷，拥立您为女帝。造反，做皇帝，你们觉得那把龙椅坐着很舒服吗？难道我们就这样引经救诛？魏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当然不会放过他，但我对治理国家这种劳心劳力的破衙毫无兴趣。我的目标是打破这凡俗的规则。既然魏景不仁，我们就换个听话的皇帝。向荣，你带着这封密信，连夜去见陈王魏陈川。陈王，那个一直病殃殃的王爷，他可不是真病，论隐忍和智谋，魏景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把信交给他，立刻返回军中。末将领命，万死不辞。凡俗的阴谋诡计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不过是土鸡瓦狗。这感觉是来了，既是突破的契机，也是我真正摆脱凡人桎梏，拥有碾压一切力量的开始。这副凡胎肉体终究还是太弱了，是时候去掌握真正的力量了。想要引气入体，踏入仙途，必先承受脱胎换骨之痛。这仙水池不仅能洗涤污垢，更会寸寸重塑你的经脉。若心智不坚，
便会走火入魔。我在沙场上断过腿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无数次，这点痛算得了什么？重来一世，绝不为蝼蚁！给我破！方宁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大门打开。庄婉之那个毒妇偷空了侯府，今日我便是打断他的双腿，也要让他把钱吐出来。我们将军有令，擅闯者杀无赦，想进去，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哼，区区几个大头兵也敢挡老夫的去路？侯爷不必跟他们废话，待老夫斩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看门狗，再去将那妇人擒来，教您发落。兄弟们，列阵，死战！结束了，受死吧！真气外放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们活腻了。这绝不可能！我说了，擅闯者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你当我在开玩笑？婉之，我错了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。庄婉之，你这毒妇，你竟敢对本侯下死手！今日是长公主的寿辰，你若杀了我，长公主定会要你全家陪葬。长公主，拿她来压我，你顾家如今连下锅的米都买不起，拿什么去巴结你的长公主？果然是你，我就知道那3个库房的东西一定是你连夜暗中让人搬走的。庄婉之，你身为侯府主母，竟敢监守自盗，快把红珊瑚交出来！监守自盗，本将军用命换来的东西，何时成了你顾家的囊中之物？你竟敢打我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是先帝亲封的完侯。你这个侯爷是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没有我庄婉之在战场上留的心，你顾修远算个什么东西？顾修远，给我听好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司库里的一针一线，你们顾家都休想再碰到分毫。你不是自诩骨子硬，不靠女人吗？那就带着你的侯府去喝西北风吧。庄婉之，你若把事情做绝，我们就和离。但你休想带走玉瑶他们3个。若是没有你给的资源，我看他们会不会恨你一辈子？恨我？前世我把心掏给他们，换来的是毒酒和背叛。这一世，我嫌他们脏。我庄婉之只要锦儿一人。至于和离书，我会让你跪着签。你居然连孩子都不要了！你真的是疯了！方宁，去京兆府报案。不能报官！庄婉之，你这是要把侯府往绝路上逼！一旦官府介入，查出你顾修远监守自盗，还是查出你侯府穷得连裤裆都漏风？你若心虚，就给我闭嘴！属下这就去。下官见过夫人，听闻府中御赐之物失窃，下官特来查办。大人客气了，不过还请大人称呼我为将军。是，见过将军。庄氏，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泼妇，你还敢报官？修远，我的儿啊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是不是这个恶毒的女人打的你？你快下令让人把她抓起来啊！别惹她。今日京兆府尹在这里，我倒要让全天下看看你这个毒妇的真面目。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让全天下看看我的真面目。大人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就是这个毒妇，她昨夜回府，今日我顾家的3个库房便被洗劫一空，定是她暗中勾结外人，转移了侯府的财产。没错，她不仅偷东西，还忤逆祖母，打伤我父亲。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就该直接关进大牢。将军，您看这……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的婆母，你的一切都是顾家的。你说我偷了你顾家的东西？我庄婉之在边疆浴血奋战，用一条条伤疤换来的军功赏赐，养了你们一群吸血虫整整20年。你那所谓的司库里，哪一件不是用我的血汗钱置办的？你那落魄的娘家哪来的底气积攒满库房的珍宝？你血口喷人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孽障！老东西，
你太聒噪了。母亲，庄婉之，你简直大逆不道！大人，既然顾家一口咬定是我把东西藏起来了，那好，我大开院门，琼华院上下任由大人搜查。若是搜出半件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庄婉之当场认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进去搜，切记不可损坏将军的任何物品。你别得意，等搜出赃物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站在这里。启禀大人，属下等人已将琼华院里里外外搜查了3遍，除了将军日常的几件换洗衣物和兵书外，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更别提什么满库房的金银珠宝了。老夫人，侯爷，赃物呢？你装什么清高？肯定是你昨天夜里早就把东西偷偷运出府了！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毒妇，为了不想把东西留给我们，居然用这种下作手段！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、这么不要脸的母亲？我和哥哥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！母亲，前世你们将我剥皮抽筋时，可曾想过我是你们的母亲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真要打死我吗？你这个毒妇，你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下死手！我跟你拼了！庄婉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他们是你的亲人，这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亲人？你们不过是趴在我身上吸血的寄生虫，你问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告诉你，看着你们一无所有，如丧家之犬般跪在地上挣扎，就是我最大的好处。从今天起，顾玉瑶不再是我庄婉之的女儿，我庄婉之与你们武安侯府恩断义绝，带着你的废物女儿和老不死的母亲滚出我的视线！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带上母亲和小姐走！顾家这枚废棋已经失去了价值，接下来该轮到那个坐在龙椅上自以为掌控一切的人了。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！听说你不仅打了父亲和瑶儿，还把祖母气晕了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果然是一脉相承的自私冷血，这群白眼狼留着也是恶心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你这么做是想让侯府的名声彻底毁了吗？你可曾想过我和玉明以后的仕途？若是父亲一怒之下休了你，你就等着孤老终生吧！你要对我动手？你学的四书五经都喂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你忤逆长辈，殴打夫君，本就是大逆不道！大逆不道！在这个东昭国，除了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，还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我飞虎将军说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！将军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大公子他太不懂事了。不懂事？不，他比谁都精明，只是他的精明全用在算计我身上了。方宁，去把我名下所有作为嫁妆的店铺和庄子全部变卖，兑换成银票，一件不留。将军，那可是您以后的退路啊，全卖了。既然要断，就断得干干净净。我要让顾家这群吸血虫知道，没有了我，他们连饭都吃不起。去办吧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不错，这副身体在仙水池的洗精伐秘后，吸收灵气的速度远超常人。稳住心神，引导灵气汇聚丹田。修仙分为下、中、上3个大境界。这就是炼气1层，力量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。下境界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。你现在只是刚踏入门槛，这凡俗界灵气稀薄，等你突破元婴期，就必须前往修真界，那里才是真正的强者之路。修真界，我会去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要先把凡俗界的这些垃圾清理干净。来者何人？陈王府重地，闲人免进。王爷闭门谢客，速速离去。去通报魏晨川。大胆！不管你是谁，没有拜帖一律不见。再不走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不长眼的东西！去告诉魏晨川，能让他坐上龙椅的人来了。庄将军，
这信中所说可是真的？魏景那昏君，竟然真的想借顾修远之手除掉你？功高震主，他容不下我也不奇怪。本将军今日来不是来诉苦的，我想换一个皇帝，你敢不敢坐那把椅子？庄将军手握30万重兵，威震天下。你若想要那皇位唾手可得，何必来找本王这个闲散王爷？莫不是将军自己想当皇帝？我对凡俗皇权毫无兴趣，我只求保庄家人一世平安。魏晨川，你隐藏锋芒这么多年，别告诉我你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。好，本王答应你，但若本王坐上那把龙椅，你可愿做本王的皇后？皇后，男人的野心和贪婪果然如出一辙。你的武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！王爷，看清楚了，我要的是合作。这天下谁做龙椅我都无所谓，只要他听话，别用那些后宫的笼子来试探我，你困不住我。将军的格局，本王佩服，成交。婉之，昨日的事情都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瑶儿也知道错了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哪有隔夜的仇？今日特地带他来给你敬茶赔罪，我们就让这事过去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如何？母亲，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。这就按耐不住了，真是蠢得可怜。别喝，这茶里有剧毒，能腐蚀经脉，废除全身武功。婉之，怎么了？孩子一片孝心，你快接啊，茶都要凉了。母亲，您喝了吧。你确定要我喝这杯茶？确定。好茶。我的肚子，这茶里有什么？庄婉之，你也有今天。活该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这茶里放了废除武功的奇药，你以后再也打不了人了。看你还怎么在我们面前摆大将军的威风！顾修远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竟敢废我武功！哼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早就攀上了长公主这棵大树，只要你成了废人，这侯府，这你的嫁妆，全都是我们的。你若乖乖听话，我还能赏你一口饭吃，否则你就等着烂在这后院里吧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那就让你们自己尝尝这恶果。长公主，原来你们的底牌就是这个，真是蠢不可及。你没中毒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明明亲眼看到毒贩我的武功，我的经脉，我的腿！救命！好疼啊！我废了！自食其果，怨不得人。放心，我已经封锁了你的真实脉象，现在不管谁来查，你都是一个经脉尽断、命不久矣的废人。好霸道的毒！这毒竟然将将军的经脉尽数腐蚀，不仅武功全废，怕是寿数也有损呐！大人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将军啊！他为了东昭国出生入死，怎么能被顾修远那个畜生害成这样？我们将军为国立功，却遭此劫难，为什么？老夫无能为力。这等奇毒，闻所未闻。老夫这就进宫，将此事禀报陛下。去吧，把消息传得越大越好。我要让整个京都都来看这场好戏。陛下，顾修远父女丧心病狂，竟对护国大将军下此毒手。如今消息传遍京都，百姓群情激愤，皆唾骂其猪狗不如。若不严惩，恐寒了三军将士的心啊！请陛下严惩顾修远。混账东西！顾修远竟敢谋害朝廷命官！来人，传旨，将庄婉之与顾修远即刻抬上金銮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陛下，陛下救命啊！臣冤枉，臣根本没有下毒，是庄婉之这个毒妇，她强行给臣和臣的女儿灌下了毒药，她要谋杀亲夫啊！庄婉之，
武安侯说是你强行灌毒陷害于他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那毒茶既不是意外，也是意外。他们要毒我，我认；可他们中毒，是他们心虚，慌乱中不小心打翻茶杯，泼了一身，导致自己中毒。陛下，您千万别听信毒妇说的话呀！怎么，你们下毒害我，还要反咬我一口？朕不仅要除庄婉之的武功，又要保留顾修远这枚棋子。够了，此事疑点重重。但庄婉之念你枉入军功，朕从轻发落，罚你半年俸禄，闭门思过。臣如今经脉尽废，已是废人一个，不配再掌三军。这大将军之职，臣不干了。兵符在此，请陛下收回。既然庄将军身体抱恙，那这兵符朕就暂时替你保管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，臣与顾修远恩断义绝，恳请陛下恩准，臣要与顾修远和离。庄将军，不可意气用事。你与武安侯多年夫妻，4个孩子，此事有误会，你们还是回府好好过日子吧。好好过日子，好，我就在侯府看你们怎么死。臣遵旨。兵符先放在你这儿当做陪葬品，狗皇帝的命，我很快亲自来取。听说了吗？这母大虫在朝堂上把兵符交了，彻底成废人了。早就该交了，离了咱们侯爷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武功废了，看他以后在府里还敢不敢那么嚣张？再多嘴，军法处置。方宁，收剑。兵符离手，皇帝的戒心便消了一半。接下来就该清理这座满是蛆虫的烂泥潭了。庄婉之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大公子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将军为了顾家拼死拼活，如今身中剧毒，你身为长子，不问病情，开口就是兵符。滚开！这里哪有你一个下贱奴才说话的份儿？他自己作死，怪得了谁？没有了兵符，我以后在京城权贵圈里还怎么抬得起头？你别这样，夫人身子不好，你若是气坏了夫人，嫣儿心里过意不去的。嫣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她这种冷血无情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同情。若她有你半分善解人际，父亲怎会如此厌恶她？带个不知底细的戏子来我面前演主仆情深，顾玉轩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粪水吗？夫人，嫣儿出身低微，确实配不上玉轩哥哥，但嫣儿对玉轩哥是真心的，您怎么能凭空误人清白，说我是戏作？庄婉之，你疯够了没有？若嫣好心好意来给你请安，你不仅不领情，还这般血口喷人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玉轩哥哥，别吵了，既然夫人不喜欢我，我还是走吧。只是临走前，我想给夫人敬一杯茶，全当是替哥哥赔罪了。萱儿，萱儿，你怎么样？庄婉之，你这个毒妇！嫣儿好心给你敬茶，不过是狡猾摔倒，你居然下如此毒手！方宁，你这个贱婢护主不力，来人，把方宁拖出去杖责50大板！大公子眼睛瞎了吗？这女人秀藏毒刃，意图刺杀将军，属下这就搜她的身。谁敢碰她？你们这群疯狗！我今天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们动嫣儿一根头发！庄婉之，我命令你立刻向嫣儿道歉！从你联合外人下毒害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只是个畜生。你不是我母亲，你是个魔鬼！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！我顾玉轩就算饿死，就算去要饭，也绝不再认你这个毒妇做母亲！断绝书在此，签了，带着你的细作滚出琼华院。从今往后，你顾玉轩是死是活，顾家是满门抄斩还是断子绝孙，我庄婉之只当看戏。好，庄婉之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别后悔。嫣儿，我们走，这肮脏的地方，我们一刻也不多待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跪着求我回来。将军，那女子绝非善类，身怀武功且带有剧毒，就这么放她走了？鱼儿已经吞下，自然要让她游回水里，派人盯着，她很快就会有所动作。哟，大嫂，听说你身子好些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
下个月就是长公主的寿辰了，咱们武安侯府可是京中名门，这寿礼绝不能含糊。我粗略算了一下，怎么着也得准备个2万2白银的东西，才能不堕了侯府的威风。您看，您手里那些铺子的账面上，是不是先拨2万2出来应个急？长公主的寿礼，你们顾家要攀岩附势，却来找我要钱。大嫂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既然嫁入了顾家，你的嫁妆铺子自然也就是顾家的产业。如今宫中艰难，你作为侯府主母，拿点私房钱出来补贴家谱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滚！周婉之，你这个疯婆子，你居然敢对自家弟妹动手！安怀，向荣听令，传我的话给京中所有的掌柜。从今日起，我名下所有店铺的进项、田庄的出产，全部换成现银和米粮，一分不留，传数分发给那些退伍的伤残老兵。你疯了？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你宁可给那些泥腿子叫花子，也不留给侯府。从你们联手给我下毒的那一天起，顾家是他们自己走绝的。经脉重塑，破而后立，给我破！娘亲，姐儿好痛，姐儿不敢了。哭，再哭大声点儿！你那个扫把星娘亲不要你了，她现在是个泥菩萨过江、自身难保的废人。你以为你还是什么侯府嫡女吗？老实点儿！敢动我女儿，你们找死！娘亲，这二小姐不懂规矩，老奴奉老夫人之命，替夫人好好教导教导。夫人不感激也就罢了，怎么还不知礼数呢？言儿杀了他！将军小心，按剑！藏头露尾的杂碎，还给你！言儿，言儿，我的言儿啊！你这个杀人狂魔，你还我儿子的命来！左婉之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福安堂，你竟敢在母亲的院子里杀人！你眼里还有没有顾家的家规？还有没有长幼尊卑？长幼尊卑，在我这里只有生死。全嬷嬷是母亲的陪嫁，你若动她，就是忤逆不孝，官府不会放过你的。忤逆不孝，庄婉之，你敢！全嬷嬷是母亲的陪嫁，你若动她，就是忤逆不孝，官府不会放过你的。忤逆不孝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肆无忌惮。我的手没知觉了！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母亲，庄婉之，你毁了顾家，你毁了一切，我要休了你，我一定要休了你这个毒妇！休我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纵容老奴虐待亲生骨肉，靠着吸发妻的血来维持你侯爷的体面，你顾修远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你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休夫？自古以来，只有夫休妻，哪有妻休夫？我绝不答应！资格、规矩，我庄婉之的拳头就是规矩。这休书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方宁，开路！挡路者死！庄婉之，你今天若是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想再踏进来一步。从今日起，我庄婉之与顾家恩断义绝。大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父亲身体如何？老将军还是老样子，外伤虽愈，但被皇帝夺了兵权后，总是闷在屋里。无妨，这兵权
迟早有一天会让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。父亲，阿成，我回来了。婉之，锦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姐，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顾修远纵容刁奴虐待锦儿，我把侯府牌匾批了，将那个狗东西休了。欺人太甚！顾修远这个畜生，真当我庄家死绝了吗？姐，我这就去剁了顾修远的孙子。阿成，杀他脏了你的手，顾家的命我会留着慢慢玩死他们。前世你们害死阿成一家，这笔血债岂是一刀就能算清的？阿成，你的经脉郁结多年，吞下这颗洗髓丹，它能助你脱胎换骨。姐给的东西，哪怕是毒药我也吃。阿成，撑住，这是在重塑你的根骨。姐，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。让庄婉之那个毒妇滚出来！快叫那个毒妇出来，把侯府的库房钥匙和银票交给我父亲，然后乖乖跟我回去给祖母磕头认错。哼！你敢打我儿子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签了休书还敢来要钱，你这软饭吃的可真硬气啊！放开我！我是陛下亲封的武安侯，你敢杀我？带着这个小畜生滚！再敢踏入这条街半步，老子打断你的狗腿！庄成、庄婉之，你们抗旨休夫，又殴打朝廷命官，陛下绝不会放过他们的！大内高手的弩，就这点力道。火连诀，焚天。回去告诉魏景，再敢派人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滚！庄将军，边关传来急报，北离大军压境，主帅鲁智勇已被敌军斩杀，如今朝中无将可用。朕希望你顾全大局，交出庄家的天玄神功，供军中将士修炼，以御外敌。陛下想要这本功法，可以。将军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。但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我要陛下下旨，御批我休了顾修远；第二，剥夺顾修远武安侯的爵位。放肆！自古只有夫休妻，哪有妻休夫的道理？你这是要让朕罔顾伦理纲常，受天下人耻笑吗？怎么，陛下觉得东昭国的江山还比上一个废物的侯爵之位？庄婉之，你敢要挟朕？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？陛下息怒，庄将军乃国之重臣，曾立下赫赫战功。既然他与武安侯缘分已尽，陛下何不成人之美？若因一本功法而失去破敌良机，导致白玉关失守，那才是东昭的灾难。好，好，陈王说的对，吴公公，你旨。狗皇帝，这本功法就当是我送你的催命符。庄婉之，你这泼妇还要干什么？你已经被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陛下御批的休夫圣旨。顺便，陛下觉得你德不配位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武安侯爵位没了。你撒谎！你这个毒妇，休想拿假圣旨吓唬我们！方宁、安怀，按名册把属于我的嫁妆还有御赐之物一件不留，全部搬走。遵命。不准动！这是我的玉符，这是我们顾家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抢走！别碰我！将军，核对过了，少了21件御赐珍品，还有库房里的10万两现银。少了的东西拿什么还？没了，都变卖了。用我的钱去讨好魏初兰，今天我就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。不还的话，我不介意请皇帝定夺。当然，皇帝来定夺的话，我可不保证你们顾家还能不能活。签了200万两白银的欠条，少1分，我今天就卸你一条腿。
防卫这么严，看来找对地方。魏初兰，你的底牌我全收了。拿了钱，该去收点命了。炼气6层，凡俗界怎么会有修真者？反应不错，可惜炼气4层的蝼蚁今晚注定要死在老子的刀下。谁死还不一定，我连绝文虎。去死吧！宝物，我的宝物！谁干的？给我查！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！这块令牌的材质不是这片凡俗大陆能有的。您的意思是，那个人是真正的修真者？你今晚杀了他，修真界的人已经盯上你了。照您的说法，这个修真者至少得修炼50年，但他看起来不过30岁，这也是我担心的。他不像是这片凡俗界土生土长的人，极有可能是来自修真界无极大陆的势力。你杀了他，恐怕会有麻烦。麻烦？我从地狱爬回来，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让他们来，我会让他们见识见识厉害。只要能获得绝对的力量，不管是凡俗皇权还是修真界，谁挡我，谁死！顾修远那个蠢货，还真以为抱上了一棵大树。魏初兰居然私藏龙袍，原来这女人想做女皇帝，难怪她要招揽修真者做姘头。大小姐，边关800里加急密报，连失3城，北离国不仅破了白玉关，敌军阵营中还出现了几名武功奇高的将领。爹，向荣叔可是我们庄家军第一猛将，他竟然被打成了重伤。普通将领绝不可能重创向荣，北洛国阵营里有修真者。不仅如此，皇帝派去接管兵权的主帅根本不懂排兵布阵，竟然为了排除异己，强行命令我们庄家军的旧部去当先锋炮灰。狗皇帝敢拿我庄家军的命去填坑！安怀，传令给边关暗卫。在。今夜3更，活擒元帅。是。父亲，朝堂现在是什么动静？前线连死6个主将，朝堂彻底慌了。今日早朝，陈王主动请缨，皇帝已经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，即日挂帅出征。皇帝这是找不到替死鬼了，才想起陈王。陈王去了也无济于事，他挡不住修真者。父亲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婉之，你现在可是武功尽废之身，万一被皇帝的眼线发现，那就让他们永远闭嘴。我不会让庄家军的血白流。什么人？王爷，别来无恙。庄婉之，你的武功不是废了吗？王爷，我来借你当个诱饵。原来所谓的经脉尽断，只是你瞒天过海的手段。你大半夜潜入本王营帐，说要拿本王当诱饵，是什么意思？北离国大军里有修真高手，他们专杀东昭国的主帅。你这个兵马大元帅，就是他们最眼红的活宝子。所以，你是来保护本王的？从现在起，我和我的贴身护卫方宁就是你的亲随，你只管往前走，出来一个高手，我杀一个。王爷，这好，有庄大将军在身边，本王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半条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加速赶路。停下！怎么了？有杀气。保护王爷！找死！左边交给我！
站住！陈王殿下在此，你们是哪个营的？为何在此逃窜？王爷，我们不是逃兵，昨日狼山关已被敌军攻破，守将甲午将军战死，我们是拼死杀出来的。狼山关破了，甲午是父亲一手带出来的将领，魏景这个昏君毁了我庄家的根基。王爷，快退回金沙城吧！敌军1万精锐先锋就在我们身后10里，马上就要追上来了，我们这点人根本挡不住啊！撤！我庄婉之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撤退2个字，那又如何？我们便用敌方的命祭我庄家军旗。前面就剩100多个残废了，弟兄们碾碎他们！今天谁砍下东王爷的脑袋，连升3级！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也敢来挡大军，给我抬死他！这还是人吗？一个人就这么解决了1万精锐？庄将军，敌军撤了，逃了3000人，这只是一支先锋部队，杀光他们没有意义，大头还在后面。丁安，立刻收拢沿途的溃兵，退守前方30里的竹林谷，那里地势狭窄，易守难攻。末将遵命。报，王爷，敌军主力到了，足足有5万大军，距离谷口不足5里。5万人吗？他们知道我们在谷中设伏，会不会绕道？他们不会绕道。炼气5层，终于来了个像样的。东昭国的鼠辈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个修真者，滚出来受死！好恐怖的压迫力！将军，你在上面待着，看我斩他！炼气4层，呵呵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能，原来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废物！老子一刀就能把你劈成肉泥！废话真多。死！境界高又如何？你太慢了，欺人太甚！给我破！火莲诀术，这是什么鬼法术？要你命的法术！放滚石，杀！这只是个开始，北离的血战，我庄婉之要你们拿整个国后来填。王爷，竹林谷一战，我军大获全胜，不仅斩杀了敌方主将，还全歼了3万北离先锋军。若非这位英雄以雷霆手段斩杀那炼气5层的北离将领，我军恐怕要遭遇灭顶之灾。敢问英雄尊姓大名？这位英雄不愿透露身份，2位将军莫要强求。眼下我们虽胜了一场，但狼山关内还有整整40万北离大军。40万！王爷，我军加上援兵也不过5万余人，就算我们占据高地，若他们倾巢而出，我们也绝无胜算。是啊，而且北离地御驾亲征，如今就坐镇在狼山关内，敌军士气正盛。我们若是强攻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；若是死守，粮草最多只能支撑10日。40万大军又如何？擒贼先擒王就好了。英雄的意思是，既然北离地就在城中，我去取那狗皇帝的首级，只要他一死，40万大军不战自废。万万不可！狼山关固若金汤，城内防守密不透风，更有无数修真高手护卫。你孤身一人前去，纵然武功盖世，也是有去无回啊！你决定了？一只跳蚤罢了，我去就回。你们整军备战，准备接收禅服。王爷，您怎么不拦着？这简直是去送死啊！他若说能去，便一定能去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准备好迎接他凯旋。防守倒是挺严，可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形同虚设。什么人有资格保护陛下？滚！你是谁？来人，护驾！快来人啊！喊吧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今天也没人救得了你。朕是北离国君，你敢动朕，朕诛你9族！放肆！闭嘴！王爷，
这都快2个时辰了，还没动静。那可是40万大军的军营啊！他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来吧？早知如此，刚才就算拼了命要拦住他。我东昭好不容易出了一位修真大能，若是折损在……人带到了。万岁！你们这群东昭的蝼蚁，竟然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暗算朕，朕可是北离天子！闭上你的臭嘴！落到我们手里还敢这么嚣张？你们以为抓了朕就能赢？做梦！朕的40万大军此刻就在山下，不出半个时辰就能把你们这区5万人踩成肉泥！魏晨川，你识相的现在就放了朕，再跪下给朕磕3个响头，朕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，否则东昭国必将生灵涂炭！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你的废话太多了。你这个藏头露尾的鼠辈，等朕的大军一到，朕要把你千刀万剐！聒噪！再多说1个字，下一脚就是你的脖子。山上的东昭鼠辈听着，我乃北离2皇子，立刻放了我父皇，否则今夜便叫你们全军覆没！北离狗听着，你们的皇帝在我们手里，立刻后退10里，缴械投降，否则我们立刻宰了他！逆子，还不快让他们退兵！你想害死朕吗？将士们，父皇为了北离的荣耀宁死不屈，我们绝不能受制于人。东昭贼子胆敢挟持陛下，罪无可恕，全军听令，放箭，为陛下复仇！畜生，你这畜生，你敢弑父篡位！蹲阵，稳住防线！蠢货，看好这老狗，他要是死了，拿你们试问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冲动，那是40万大军的战阵。将军，火连诀，红莲降世。怪物，是这个怪物！杀！给我杀了他！当我者死！你的死期到了。别杀我！我是北离储君，去死吧！左下3寸，破其细门。看来你并不想活。不要，我让你走！全军撤退！撤退！我且封住你所有经脉和修为，除了我，无人能破开你身上的禁锢。我的修为，我的经脉用不了了！主帅已废，谁还想死，尽管上前！启禀王爷，属下奉命查探，北离大军已连夜撤出狼山关，如今城内空无一人，连百姓都跑光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入城了。空城，40万人撤得这么干净。王爷，肯定是昨晚这位英雄的盖世神威吓破了他们的胆，这是天赐良机，我们立刻进城驻扎吧。慢着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伪装得很精妙，可惜你掩盖不了北遮国男人从小穿戴耳环留下的耳洞痕迹。被你看穿了！死士！好一个空城计！城墙夹层、地下暗道、2侧民房内，密密麻麻藏了至少5万伏兵，就等着我们进城关门打勾。你连城里的暗道在哪儿都能知道？这狼山关的机关暗道布置图，乃是当年镇北将军府的绝密。除非，英雄，你到底是不是庄家人？庄大小姐，镇北将军府，庄婉之，今日我带你们接管狼山关。庄将军，庄将军！君临，带500盾手堵住左侧第3条巷子，那是暗道出口。遵命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右侧屋顶有弓箭手，启动城墙机构，放箭！东昭王爷，庄将军，我军主帅有令，只要你们肯放了我国陛下2皇子，北离院退避3舍，并赔偿黄金100万两，战马10万匹，万事好商量。条件很丰厚，足够重建东昭半壁江山，你怎么看？商量？
他北离铁骑踏破我国门，屠戮我百姓时，可曾想过商量？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帅，我庄婉之的字典里没有谈判二字。救命！快救朕！弓箭手，折断绳索，救回陛下！想救人，没门！庄婉之，你要怎样？拿你的命，祭我东昭枉死的万千亡魂，还是用北离万千生灵还你一个狗命？如果朕的命能换他们一条活路，那朕的命你拿走吧。好，有骨气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留你体面。赐酒。北离国界，自今日起，我庄婉之说了算。大姐，陛下，边关800里加急捷报，成王殿下与庄将军大破北离40万大军，连夺3城，北离地狱2皇子皆被当场诛杀。40万大军，单骑冲阵，北离地梦。好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陈王！朕在陈王府安插了那么多眼线，竟无人知晓他有如此深不可的修为，那脚可真够深的。陛下息怒，陈王此番虽立下大功，但其心可诛。更何况那庄婉之展现出的实力也极其骇人。这两人，这东昭的江山就不是陛下一个人说了。庄家刚交出兵权，又冒出一个魏晨川。庄婉之做事尚算直来直去，这魏晨川简直是条隐忍的毒蛇。朕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皇权的隐患活着回到京都。陛下，微臣有计，既然他们立下不世之功，陛下理应大加封赏，甚至在宫中设下庆功大宴，只要他们踏入这黄州之边缘。我们那几位闭关的修真供奉，可是早就对庄婉之的功法感兴趣了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命他们即刻班师回朝，朕要亲自为他们接风洗尘。瑶儿见过太子哥哥，今日是瑶儿14岁生辰，多谢太子哥哥赏脸光临。免礼。姑今日公务繁忙，坐坐便走。太子哥哥送的，10两银子都不值的破烂玩意儿，就因为庄婉之那个毒妇，害我顾家丢了爵位，连太子都敢如此羞辱我。多谢太子哥哥，瑶儿很喜欢。瑶儿去看看后厨的酒菜。小桃，今日我必须成为太子的人，只有当上太子妃，我才能把庄婉之踩在脚下。这酒有些烈，喝的太多了，不胜酒力。去寻个地方。属下扶殿下去客房，去怡庆居，告诉小姐，人过去了。季侍卫，听说殿下醉酒，我特命人熬了醒酒汤，快送进去吧。殿下正在休息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殿下醉酒太严重，我等不放心啊！你让我们去看一眼，让我们放下心啊！顾大人，你少在这里演戏。季侍卫慎言，我是担心殿下，这才进去查看。顾家，你们好大的狗胆！好一个武安伯府，竟敢给孤下这等虎狼之药！孤今日就屠了你们一群无耻之徒！太子哥哥，瑶儿是真心倾慕您啊，请难自贡才犯下大错，如今瑶儿清白于悔，求太子哥哥给瑶儿一个明白。殿下息怒，千错万错都是微臣党无方，但这生米已煮成熟饭。瑶儿好歹也是伯府千金，求殿下看在往日情牵上，迎娶瑶儿为太子妃。我顾家定当粉身碎骨报效殿下。就凭你们这群被庄婉之扫地出门，连爵位都保不住的丧家之犬，一个连亲生母亲都能算计的恶毒蠢货，也配染指东宫正妃之位？想要名分是吧？好，季侍卫，今晚派一顶破轿子，把这贱人从偏门抬进东宫，赏他一个最低贱的凤仪。凤仪，那是最低等的侍妾啊！殿下，你不能这么羞辱顾家啊！再敢多言一句，孤诛你9族！放开我！我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带我去见太子哥哥。太子妃，殿下有令，顾凤仪即日起幽禁废院，无诏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冷宫里等死吧！求公主殿下救救我顾家，瑶儿不能做侍妾啊！滚！殿下说了，你们顾家现在的晦气沾不着，打出去！战战神，陈王千岁！庄将军，德家奉皇后娘娘懿旨，特来迎接大军凯旋。娘娘体恤庄将军劳苦功高，特命将军即刻进宫赴宴，不得有误。鲁皇后在这个节骨眼上宣你单独进凤仪宫，绝无好意。长公主与鲁家暗中勾结，必然是想借宫规礼教将你拿捏，挫你的锐气。宫规礼教，那不过是弱者用来束缚凡人的锁链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阴谋诡计、世俗规矩，都不过是随手碾碎的肌肤。今日我倒要看看，
这深宫内院，谁敢拦我的路？镇北将军庄婉之到。末将庄婉之见过皇后娘娘。大胆庄婉之，见到皇后娘娘竟敢不卸甲，不行3跪9叩的大礼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皇室规矩？还有没有王法？聒噪！你一个被休弃出户的泼妇，不过是仗着几分军功，竟敢在凤仪宫撒野！来人，把这狂徒给我拿下，让他知道什么是规矩！让我跪？你们没有资格命令我！你敢在宫中行凶！我庄婉之这一生只敬天地，不跪凡俗。区一个后宫，也配跟我谈规矩？今日谁若不服，尽可上来领死！庄婉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仗着立了几分战功，竟敢在凤仪宫逞凶，意图谋害皇后！真当朕的这大内皇宫是你家后花园吗？3位供奉，此女已入魔道，给朕拿下！若有反抗，就地格杀，以儆效尤。区一个刚入门的野修，也敢在皇宫撒野，乖乖交出你的功法，留你一具全尸。狗皇帝，我本想晚几天再去找你算账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今日我就掀了你这东昭的皇朝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2位供奉，给朕拿下这个狂徒，死活不论！区一个刚入门的野修，也敢在陛下生事？看本座的惊雷剑，何须与他废话？直接废了他的丹田！那就试试。杀了这个贱人，把他碎尸万段！井底之蛙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灵力，聒噪！我的本命飞剑，这不可能！饶命！天妃饶命！你竟敢！顾家，顾家，进去还愣着干什么？放剑，把他射成马蜂窝！皇帝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东昭的江山是谁帮你们魏家打下来的？先帝可见君王不跪一掷在上，谁敢动我？先帝遗旨，谨遗旨如见先帝。一派胡言！父皇当年只给过你口头承诺，何曾下过什么遗旨？庄婉之，你竟敢伪造圣旨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！伪造？魏姐，你这皇位坐得久了，连你老子的印氏都不认得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真的是父皇的！刚才是谁说我不懂规矩，要让我下跪磕头的？怎么会如此？是臣妾眼瞎了，是臣妾愚昧了。皇兄这凤仪宫今日可真是好生热闹啊！儿臣魏晨川拜见父皇，任父皇在天之灵，护佑我东昭忠良。陈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帮着外人欺压皇室吗？外人，皇兄，若没有庄将军在前方浴血奋战，单枪匹马斩杀北离修真者，这东昭的江山早就易主了。庄家军抛头颅洒热血，换来的就是回朝后被皇后百般折辱，被禁军刀剑相向吗？皇兄，你这么做是要寒了全军将士的心，是要毁了魏氏的根基。这江山我迟早要收回，今天就先收点利息。陛下，皇后蔑视先帝，侍卫意图谋杀朝廷命，这大不敬的罪，今天你治还是不治？庄将军，今日之事或许是有什么误会。庄婉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仗着立了点战功，竟敢逼迫母后下跪，你就不怕本宫现在就去东宫，活活剥了顾玉楼的皮吗？太子殿下，你这威胁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大概是忘了，我早就休了顾修远那个废物，我与武安侯府早就恩断义绝，顾玉瑶那个白眼狼的死活与我何干？你若是愿意，现在就回去把他千刀万剐。我庄婉之若是皱一下眉头，就不配叫镇北将军。你连亲生女儿都不顾，你简直冷血！毒妇，都是你惹出来的好事！不仅对先帝不敬，还敢无端雕恩功臣，简直罪无可赦！父子，
陛下，闭嘴！传朕旨意，皇后鲁氏行事乖张，恃夺6宫协理之权，禁足凤仪宫3个月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庄将军，皇后已受惩罚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满不满意，不在于陛下怎么做，而在于我怎么想。3个月，足够我把你们这腐朽的皇城连根拔起。希望皇室记住个教训。将军今日此举虽然痛快，但却彻底撕破了于魏景的脸皮。他此人生性多疑且心狠手辣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撕破脸？从他夺我兵权、派刺客暗杀我的那天起，这脸皮就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这东昭的皇室从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。陈王殿下，你潜伏蛰伏这么多年，难道还没看清吗？这气数尽了。只要将军见风所指，本王愿倾尽一切，做那执剑之人。这位陈川倒是比他那个废物皇兄有魄力得多。王爷，你果然在这里！好你个不要脸的庄婉之，休了夫还不甘寂寞，刚打完仗回朝就迫不及待的跑到御花园来勾引我家王爷，你简直是个狐狸精！鲁西霜，你放肆！给本王闭嘴！无知蠢妇，滚回王府闭门思过！再敢胡言乱语，本王就休了你！魏晨川，你为了这个女人当众羞辱我，你是不是喜欢她？你是不是喜欢庄婉之？前辈，您感觉到了吗？这皇宫的气场似乎有些不对劲。丫头，小心点，这皇宫地底似乎藏着一股不属于凡俗界的强大气息，且这股气息中带着浓烈的血煞之气。能在皇宫地底布下这等阵法，布阵者绝非泛凡之辈。看来这东昭皇室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魏晨川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我堂堂华国公府嫡女，你竟为了一个被休弃的破鞋打我！姓鲁的，本王忍你很久了。既然你在陈王府待得这么委屈，本王现在就去求陛下赐和离圣旨，让你滚回你的鲁家。你要跟我和离？魏晨川，你够狠！将军快看，湖里有好多莲蓬，奴婢去给您摘几个尝尝鲜。去吧，小心些。婉之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晦气！婉之，你别走，我知道错了。武安伯府现在已经入不敷出，瑶儿在东宫更是生不如死。看在3个孩子的份上，我们复合吧。我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复合？你为了攀附权贵，亲手在我的补药里下毒的那一刻，怎么没想过复合？那都是误会，我是被逼的。你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顾家绝后，看着你的亲生骨肉受苦吗？顾修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变好了？自你下毒那一刻起，你我之间就只剩死仇。你现在跑来摇尾乞怜，不过是因为你这颗棋子被皇权废了，想重新趴在我身上吸血罢了。嘿，什么东西？别敢来脏我们将军的手！走吧，去大殿，好戏要开场了。皇上驾到，长公主驾到。炼气7层，难怪长公主有底气谋反，原来是攀上了无极大陆的狗。今日大宴，乃是为了庆贺陈王与庄将军大破北离，扬我东昭国威。来人，宣旨封赏。皇兄，臣弟不求任何封赏，臣弟愿散尽所有军功，甚至辞去陈王爵位，化为平民，只求皇兄降下一道圣旨。皇帝，你要用这泼天军功换什么？臣弟求皇兄准许臣弟与鲁西霜和离。魏晨川，你疯了！你为了这个不要脸的弃婢，连王爵都不要了！陛下，是庄婉之那个狐狸精勾引王爷，你要为臣服做主啊！庄婉之，你这个贱人，休了夫还不甘寂寞，非要来破坏我的家庭，你就是个会妖术的老妖婆！满口喷粪！本王与庄将军清清白白，你若再敢污蔑庄将军半句，本王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！
陛下，臣王当众殴打老臣之女，更是为了一个弃妇要抛弃发妻，这是要逼死老臣啊！求陛下严惩。魏晨川愿交出所有军功，甚至不要兵权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，正好拔了这根心头刺。陈王，你与鲁氏既然缘分已尽，成了怨书，朕也不好强求。既然你愿以军功相抵，朕便准了你的请求，赐你们和离。陛下，父亲，我不要和离，都是庄婉之那个贱人害的，是他用了妖术。庄婉之，你毁了皇后的清誉，现在又毁了陈王妃，你这毒妇必定是北上派来的奸细。奸细？就凭你们这些只会在后宅玩弄心计的凡俗蝼蚁，也配评价本将军？本将军在边关杀敌饮血时，你们在京城花天酒毒；本将军孤身生擒北离地，踩碎敌国脊梁时，你们还在算计这几两碎银的联姻。你们这可笑的情感，在我眼里连1文钱都不值。本将军与陈王毫无私情，若谁再敢拿这种安娜事来恶心我，休怪我手里的刀不认人。庄将军息怒，若你真与陈王两情相悦，朕大可赐婚。不必，臣此生绝不再嫁。陈王，你也别再白费心思。这些年你们真是贪墨了这么多装饰财物，再多的财物都填满不了你们的胃口吗？既然如此，本将军就为我们庄氏带走不属于你们的一切。京城突发惊天盗窃大案，本公子奉圣旨全城搜查，镇北将军府嫌疑最大，都给我冲进去，狠狠的搜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过。将军，这鲁智阳简直欺人太甚，他刚刚带人强闯了武安伯府，不仅砸了顾家，还因为几句口角，直接砍断了顾玉明的一条手臂。现在又打着搜查盗贼的名义，冲着咱们来了。哦，顾玉明废了，这倒省了我亲自动手。不过鲁家这是觉得有皇后撑腰，可以在京城横着找死，那我就送他。方宁，把门打开，请鲁二公子进来搜。哟，庄将军倒是挺沉得住心呀。昨夜京城5大权贵库房被盗，有人可是看见盗贼往你这将军府跑了，给我仔细的搜。镇北将军府虽然是个空壳子，这玩意儿倒是值几个钱。庄将军，你不会是把赃物藏在这御马里了吧？鲁智阳，那是先帝赐运之物，劝你放下。先帝御赐，唬谁呢？就算真是先帝的，本少爷今天就是要查。我的手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损毁先帝御赐之物！一件死物而已，碎了就碎了，你们能拿本公子怎么样？难道还敢杀我不成？一件死物，在东昭损毁先帝御赐之物，按律当诛9族。既然你觉得无所谓，那我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二公子，庄婉之，你敢打我？我姑姑是皇后，我要灭你满门！灭我满门，你下辈子再试吧。住手啊！反毁先帝御赐之物，这就是下场。方宁，把他们一起丢出府去。毒妇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庄婉之，你竟敢在金銮殿上当着朕的面行凶，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？陛下息怒，微臣不过是本能防卫，况且真正目无法律的是鲁家人。鲁之阳打着搜查的名义强闯镇北将军府，不仅嚣张跋扈，更亲手砸碎了先帝御赐的珍宝。微臣废他双臂，以示手下留情。陛下，庄将军说的对，鲁康就是个疯子。他今天早上还冲进我武安伯府，无故砍断了我儿玉明的一条手臂啊！求陛下为臣做主。陛下，这都是庄婉之的阴谋。御马明明是他自己打碎来陷害杨儿的，他就是昨夜盗窃京城库房的黑手，想借此转移视线。华国公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说我盗窃，证据呢？难道凭你一张嘴就能定本将军的罪？陛下，先帝御赐之物被毁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既然华国公不肯认罪，那微臣只能按照规矩，让鲁家按价赔偿这件无价之宝，否则微臣绝不善罢甘休。够了！鲁之阳损毁御赐之物，确有其事。传朕旨意，鲁家即刻赔偿镇北将军府白银30万两。至于盗窃一案，京兆尹继续彻查。退朝。凡俗的蝼蚁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
魏初兰，还有你养的那条修真界的狗，是时候算总账了。1瓶补元丹成了，虽然用的只是凡俗药材，但药效足够了。炼气5层，距离那些幕后黑手又近了一步。魏初兰，你自以为有修真者撑腰就只手遮天，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。将军，出事了！刚刚接到暗探密报，陈王府遭遇数十名顶尖刺客突袭，血流成河。魏初兰这疯狗，动手倒是够快的。备马！好狠的手段，连普通下人都不放过，果然是修真者的作态。将军，陈王殿下他会不会已经……是自己人，庄将军。王爷命大，魏初灵派出的可是修真者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本王向来谨慎，在寝屋床设了连通城外别院的机关暗道。若非如此，今夜怕是已经身首异处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魏初兰既然动了杀心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现在的目标是你，下一步就该是我镇北将军府。东昭国的天下绝不能落入这毒妇之手，本王愿全力协助将军。不知将军何破局之策？杀光他们就是最好的局。不过敌暗我明，王爷不如将计就计。将军的意思是，借着满府的尸体，让陈王这个人在世上消失？没错，王爷暂且随我回将军府潜伏，我倒要看看魏初兰接下来还能唱什么戏。将军，今早陈王遇刺的消息已经震动朝野，陛下大怒，全城搜捕刺客。长公主府却在这时派人送来了一份请柬，魏初兰邀您明日赴百花宴。这分明是趁着陈王出事，想要将您引出府去，这就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又如何？他既然搭好了戏台，本将军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？可是将军，魏初言身边藏着修真界的高手，您孤身赴宴，属下实在放心不下。凭他养的那几条修真界的狗，还留不住我倒要看看，明天这场百花宴死的是谁。哟，庄将军来了，本宫还以为将军军务繁忙，不屑参加我们这妇道人家的宴会呢。长公主既然送了请柬，本将军自然要来凑凑热闹。只怕这热闹，长公主承受不起。庄将军武功盖世，但这教养女儿的本事可真让人不敢轻窥。顾玉瑶给太子殿下下药，做出这等下作之事，将军就不觉得羞愧吗？本将军早已休了顾修远，与顾家恩断义绝。你是眼瞎了还是耳聋了？没看到本将军贴的休夫告示？庄婉之，你休要猖狂！子不教母之过，难道你想推卸责任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教本将军做事？杀人了！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妄自大、目无尊卑的毒妇给本宫拿下！先帝遗旨在此，见君免跪。谁敢动我？你敢拿先帝来压本宫？庄婉之，闹够了没有？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整个古家都害死才甘心？快给长公主和太子跪下认错！庄将军息怒，长公主姑母也请息怒。既然大家各执一词，不如一同进宫面圣，请父皇裁决。进宫就进宫，今日我倒要看看，到了金銮城上，到底是谁死。皇兄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庄婉之这毒妇在我的百花宴上大放厥词，不仅打伤了我的客宾，还连亲生儿子都下毒手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庄婉之，长公主所言，你认是不认？微臣只认理。微臣手握先帝遗旨，长公主却纵容狗腿子当众折辱微臣，微臣不过是正当防卫。既然长公主觉得微臣有罪，那微臣也有本要奏。你一个兵权尽失的废人，能奏什么本？微臣要告发长公主魏初灵暗中勾结户部侍郎岳和泰，贪污国库巨款，结党营私，图谋造反。你胡说八道！皇兄，他这是蓄意栽赃陷害。栽赃？这上面的每一笔贪墨款项都进了你长公主府的私库，连你的亲笔密信都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皇兄，这不是我写的，
这一定是庄婉之伪造的。这些信纸都发黄了，至少有10年的功头。长公主的意思是，微臣10年前就算计你了。来人，把户部侍郎月和泰给朕拖上来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微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禁卫军刚从你家地窖搜出10几箱金银珠宝，朕这就送你去阴曹地府喊冤。来人，将月和体拉出去凌迟处死，满门抄斩。至于你，魏初兰，太让朕失望了。来人，将长公主打入死牢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你亲妹妹啊！皇帝，你若敢动初兰一根汗毛，哀家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天下都是我们魏家的，他花点银子怎么了？哀家不管什么谋反，今日你要杀他，就先杀哀家。传旨，好，朕饶他一命，褫夺魏初言长公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终生禁足寿宁宫。果然，靠着昏君是杀不了魏初兰的。既然你不死，那我就把你的底牌全部挖出来。陛下，魏初兰虽然禁足，但其府邸司库中必然还藏有大量谋反的赃物。微臣主动请邀，亲自带兵查抄长公主府。准了，拿着朕的令牌，立刻去查，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微臣领旨，必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将军，这里只有些普通的财物，根本没有传说中的巨额赃钱。魏初兰难道提前转移了？障眼法，这后面有灵力波动，是一间密室。想跑？方宁守住这里，谁也不准进。原来你也是同道中人，不过区一个炼气5层的废物，也敢来追杀我这个炼气7层的高手，真是不自量力。魏初灵的底牌就是你吧？看你这身打扮，是从无极大陆偷渡过来的杂碎。既然知道我是无极大陆的人，还不乖乖跪下求饶？我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捏死你这只井底之蛙。废话真多，死人不需要知道我是谁。水克火，给我死！克我，你还不够格！火连诀，研爆！人呢？下地狱去问吧。果然，魏初兰所有的家底，还有那件丝质的龙袍，全在这里。这下，我看你这贱人还怎么翻身！陛下，这是庄将军从长公主府的密室里搜出来的，还有200万两白银的赃款。毒妇，毒妇！他竟敢私制龙袍，他这是要篡了朕的江山！传朕旨意，魏初兰谋逆大罪，罪无可恕，赐毒酒1杯，谁敢求情，同罪论处。奴才遵旨。陛下，那顾家那边，顾玉轩今日为了维护长公主，在宴会上大闹。顾修远这个废物，教出来的女儿下药，儿子又去巴结谋反的毒妇。传旨，罚没顾修远2年俸禄，
任何人不得接近顾家。朕要让他知道攀附权贵的下场。老爷，家里最后一粒米也没了，账房里也拿不出1文钱。传陛下口谕：武安伯顾修远教子无方，屡次冲撞天威，特罚没2年俸禄，以儆效尤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若烟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家族败乱，我也成了废人。但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玉轩哥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可是江湖儿女，向往的是快意恩仇、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你们顾家现在连饭都吃不起，还让我守着这些繁文缛节。你以前不是说为了我愿意改变吗？你难道在嫌弃我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跟着你这个废物，我难道要去街上讨饭吗？顾大公子，你还是好好养伤吧，我恕不费赔了。若仙，你回来！魏初灵算是彻底倒台了，凡俗界的蝼蚁已经够不成威胁，但这个炼气7层的黑衣人绝不是孤身一人。无极大陆的修真势力已经在东昭国暗中布下了大网，图谋甚大。凡俗的蝼蚁清理完了，修真界的杂碎，敢把手伸向我所在乎的这片土地，来一个，我杀一个；来一双，我灭他满门。黄泉这把保护伞，今日便先拆了他的骨架。奇怪，刚才好像有阵风刮过去。别疑神疑鬼的，这可是陛下的私库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搜刮民脂民膏，充实私囊。这狗皇帝倒是挺会攒家底。白日里让我受气，这就当是利息了。别害怕，这药死不了人，只会让你沉睡，睡到天荒地老。再见了，太后。若不是留着你这老畜生还有用，今夜便让你身首异处。抓刺客！抓刺客呀！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刺客夜入皇宫，盗投司库，重伤太后。现飞虎将军2日内破案，捉拿凶手，钦此。庄将军，陛下对您可是寄予厚望，这等重任您可得接好了。2日内破案，这分明是故意刁难。大胆！这是陛下的旨意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难道将军想抗旨不成？狗阉党，你再说一遍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天子脚下！退下。公公回去转告陛下，这差事本将军接了。将军好自为之。2日破案，好啊，那就让这京城再乱一点。方宁、安怀，集结府内精锐，随本将军去搜查刺客。遵命。哎呀，飞虎将军、府尹大人，不知二位带这么多人来我孙府，有何贵干啊？孙大人，下官也是奉陛下之命，全程搜查刺客，还请行个方便。府尹大人说笑了，我们庆国公府世代忠良，怎么可能窝藏刺客？庄将军，这府中多是陛下御赐之物，还有女眷幼童，你们搜查可以，但若是惊扰了本国公的家眷，损坏了御赐之物，他日老夫定要到陛下面前参你一本。庆国公这是在教本将军做事。你不过是个从一品的武将，老夫乃是正义一国公，你敢对老夫如此无礼！庄婉之，这是我孙家祠堂，供奉的是列祖列宗，里面绝对没有刺客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将军，祠堂重地，确实不便搜查，万一冲撞了先祖，有没有？看了才知道。你竟敢毁我祠堂大门！将军小心！方宁，把这2个老狐狸拿下。老实点！找死！绑了。孙家，这口黑锅你们背定了。庆国公，你这祖传的底蕴可真够丰厚的。不，这些都是我们孙家做正经生意，还有历代皇帝赏赐记载下来的。你这是污蔑！庄婉之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我们把家财藏在地下室，只是为了防盗。庄婉之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快给我住手！你就是嫉妒我家凌渊马上要成为太子妃，而你那下贱女儿顾玉瑶只能做个侍妾，所以才借着皇上的圣旨来咱们国公府公报私仇。庄将军，识相的就赶紧滚出我们孙家，否则等我嫁入东宫，第一个弄死你那个贱人女儿！贪污军饷，卖官鬻国，这账本上记的每一笔都沾着边关将士的血，这也叫正经生意？这简直比国库还要丰厚！克扣粮草，掺杂砂石，你们孙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统领大人，
不妨再看看这个。带有皇家记号的失窃赃物，你们就是刺客！人赃并获，副统领，将孙家全族所拿打入死牢。来人，全部拿下！陛下恕罪，微臣无能为力。太后此生只能卧床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，滚出去！母后，刺客之事朕已在查，定会为您讨回公道。陛下，副统领求见，说是刺客有线索了，还查抄了庆国公府。哼，快宣！禀陛下，庄将军率众搜查庆国公府，在地下密室发现巨额财宝、贪腐账本以及……这是朕的私库！陛下明察呀！那些财宝确是我孙家世代积攒，那玉如意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，微臣绝对没有盗窃私库啊！父皇息怒，孙大人一向清廉，庆国公府对朝廷忠心耿耿，这一定是庄晚夜为了报复孙家，故意伪造证据，求父皇三思啊！忠心耿耿，伪造证据，你给朕睁大眼睛看看！这是孙家与魏初言那个贱人暗通北侧，图谋造反的密信。金纸发黄，字迹陈旧，这也是庄婉之连夜伪造的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刺客已经落网，臣算是不辱使命。督父，是你把东西偷偷塞进我们密室的，你不得好死！副统领，既然孙大人不死心，就劳烦你当众展示一下。那些金砖和珍宝底部的记号，到底是谁家的？诸位大人，请看，这内务府独有的九龙印记，做不得假。乱臣贼子偷盗皇家私库，重伤太后，贪腐军饷，意图谋反，桩桩件件，十恶不赦。传朕旨意，将孙家全族打入死牢，即日抄家，秋后问斩。遵旨。我不服，是他。都是他陷害的，陛下，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孙家的，是他栽赃。聒噪！庄婉之，你太放肆了！当着朕的面，你竟敢当堂行凶！陛下息怒，臣只是替陛下清理一下大呼小叫的死囚罢了。既然案子结了，臣告退。这个贱人绝不能留，必须杀了他！这是孙林历年贪赃枉法的铁证，孙家这次是彻底翻不了身了。孙家不过是条狗，魏晨川、魏初兰和皇帝容不下我庄家，我必杀之。这皇位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做？我不愿意，那把龙椅如今就是个火坑。魏初兰身边有那么多修真强者，我去做不过是送死。好，既然你不做，那这龙椅我来做。婉之，你疯了！我庄家世代忠良，岂能做这等乱臣贼子？父亲。你忠于他，他却视你为眼中钉。我们伸长了脖子，难道就为了等他来砍？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呀！父亲，姐姐说的对，皇帝不仁，我们何必于忠？您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底下的几个孩子想想。好，既然那狗皇帝容不下我们，那反了又如何命？只能握在自己手里。好，从今日起，这东昭的天该换了。上仙。这空间里怎么会有狐狸？这是一只陷入沉睡的神兽，你若能与它结契，它便是你的一大助力。神兽如何结契？取你指尖精血，点于其眉心。主人。你终于活过来了！你认错人了吧？不过既然结契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战兽。这是灵力反哺。
炼气6层，破！魏初兰，你死期到了。求殿下明示，只要能重振门楣，臣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殿下，我也愿意。孤可以给玉瑶一个太子侧妃的位位，保你们顾家恢复侯爵，世袭往制。条件是，你们必须去求得庄婉之的原谅，让他投靠东宫。殿下，那个贱妇毁了顾家，还要我去求她，绝不可能！蠢货！你以为你们现在是个什么东西？收起你们那可笑的自尊，去求他，哪怕是像狗一样跪在地上求他，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，否则顾家就永无翻身之日。哼！听到没有？去求他，就算是死皮赖脸，也要把他哄回来！上仙，这空间里怎么会有狐狸？这是一只陷入沉睡的神兽，你若能与它结契，它便是你的一大助力。神兽如何结契？取你指尖精血，点于其眉心。主人，你终于活过来了。你认错人了吧？不过既然结契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战兽。这是灵力反哺。炼气6层，破！魏初兰，你死期到了。求殿下明示，只要能重振门楣，臣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殿下，我也愿意。孤可以给玉瑶一个太子侧妃的位位，保你们顾家恢复侯爵，世袭往制。条件是，你们必须去求得庄婉之的原谅，让他投靠东宫。殿下，那个贱妇毁了顾家，还要我去求她，绝不可能！蠢货！你以为你们现在是个什么东西？收起你们那可笑的自尊，去求他，哪怕是像狗一样跪在地上求他，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，否则顾家就永无翻身之日。哼！听到没有？去求他，就算是死皮赖脸，也要把他哄回来。雪儿，太子侧妃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父亲，哥哥，你难道想在这破房子里烂一辈子吗？只要哄好她，我就能做侧妃，你就能重回东宫啊！混账东西，尊严能当饭吃吗？你祖母头疾发作，御医说只有庄婉之的天玄神方能救，你想看着你祖母死吗？徐雅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们有的是机会慢慢收拾他。现在的低头是为了将来的翻身。娘亲，这块流云锦做裙子一定很好看。锦儿喜欢，娘亲便把店里所有的流云锦都包下来。锦儿，姐姐好想你，你跟姐姐回家好不好？家里连米都揭不开锅了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开。方宁，这不是那武安伯府的千金吗？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活该！听说这家人苛待发妻，被休了呢。瑶儿，婉之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看在过去10几年夫妻情分的份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情分？你给我下毒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情分？我被猪油蒙了心啊！孩子们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锦儿也不能没有父亲啊！你跟我回去，以后侯府上下全听你的。方宁，顾修远，你再敢拿锦儿说事，我不保证我会手下留情。婉之，别杀我！我是真心求复合的。娘亲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回来吧，求求您了。为了荣华富贵，连脸皮都不要了。你们的骨气也就值这点钱了。娘亲，我们真的错了，顾家快撑不下去了，只要您回去，祖母说以后全听您的。回去？
以前你们像蚂蟥一样趴在我身上吸血，我才离开几个月，顾家就成这副家上了。娘亲，别叫我娘亲，我庄婉之没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女儿。收起你们那套恶心的戏码，我庄婉之绝不回收垃圾。方宁，他们若再敢上前一步，直接打断狗腿。属下遵命。锦儿，我们走。呸！这武安伯也太不要脸了，活该！父亲，您撑住啊！完了，顾家彻底完了。禀报将军，王爷，顾家彻底完了。说，顾家二爷卷入孙家卖官案，被关进死牢。皇帝放话，拿1万两银子赎人。顾家哪有钱？那老妖婆朱氏逼着全家卖干了田产铺子，好不容易把人捞出来。这倒是那老夫人的作风。结果那朱氏连番受惊，头疾发作，昨晚疼得在床上满地打滚，惨叫了半宿，生生吐血死了，连副好棺材都买不起。前世你们合谋毒杀我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。陛下有旨，命飞虎将军庄婉之即刻进宫，不得有误。公公，不知陛下急召，所谓何事？哼，陛下的心思岂是你我能揣测的？庄将军，快走吧！来者不善，皇帝恐怕要动手了。王爷，立刻带我父亲和孩子们走密道，撤往满月山庄。你自己万事小心，不可连战。放心，想杀我，他还不够格。逆贼魏出兰结党营私，私藏龙袍，意图谋反，大逆不道！父皇息怒！庄婉之，听旨！朕命你即刻率军前往寿宁宫，诛杀逆贼魏出灵，斩下他的首级来见朕。微臣。我的好皇兄，你想杀我？晚了！今天这大殿里的人，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！给我杀！不对劲，皇帝身后那个老太监，竟然是炼气8层的修真者。庄婉之，还不快给朕拦住他们！微臣遵命。没用的废物！取下魏景狗命者，封一字并肩王。杀！父皇小心！父皇，快走！太子，杀！给朕把他们全部杀光！怎么可能？撤！快撤！魏出兰，你跑不掉了。飞虎将军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。记住爷爷的名字，马莫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就凭你，木灵根。木灵根，你居然也是修真者！山影，收。陛下有旨，顾修远与逆贼魏出瑶暗通捕取，私情败露，虽未参与谋反，但罪无可究。即日起，剥夺顾修远、武安伯爵位，贬为庶民。顾家子孙后代永世不得入仕，钦此。永世不得入仕，我的前途全毁了！报应，这就是报应啊！主人，搜魂完毕。这家伙是无极大陆何家的人，何家那小子的阴谋是想把这凡俗界变成他们的奴隶场。奴隶场，好大的回口！京城已经成了修真者博弈的棋盘，皇帝的杀机也掩饰不住了，必须立刻带父亲和全族撤离。陛下，微臣父亲年事已高，伤病缠身，微臣恳请辞官，护送父亲回乡颐养天年。庄老将军劳苦功功，既然去意已决，朕便准了。谢陛下。庄将军一路顺风啊！
他这是要逃，给朕追上去！庄家人一个都不许留，全给朕杀光！哼，凡俗蝼蚁，翻掌可灭。不好，是迷香，有刺客，大家屏住呼吸。还以为名震天下的飞虎将军有多厉害，不过是一群废物。陛下有令，庄家人一个不留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就凭这点下三滥的迷香，也想放倒我？庄婉之，你怎么没被迷晕？这么喜欢用迷药迷晕人，那就让你们尝尝吧。炼气后期，你区区一个凡人，怎么可能有这等修为？大家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匹如撼树。这是什么邪术？不！百日生骨丹，没有我的解药，100天后你们会肠穿肚烂，在极致的痛苦中死去。主人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我来搜魂。主人，这8个人不是何家的，他们来自无极大陆另一个大家族，是专门来跟何家抢夺凡俗界统治权的。这2拨人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斗兽场。斗兽场？既然他们敢把手伸过来，我就把他们的爪子全剁了。陛下，伏击失败了，派去的100死术全部化为灰烬。我派出的8名高阶修士也神秘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100多人杀不了一个庄婉之。凡俗界的皇权游戏到此结束了。修真界的杂碎们，洗净脖子，准备迎接清算吧。半个时辰已过，拜日生发作的滋味如何？我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发誓效忠于我，这是解药。绝无可能！呸！你区区一个凡俗界的低贱蝼蚁，就算用阴招暗算我们，也休想让我们认你为主！狗东西，你说谁低贱呢？我要解药，我吃。沈毅，你疯了！我们背叛了主人，庄元琴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何处都是死，那又怎样？庄元琴那个畜生抓走我姐姐做小妾，又拿我姐姐的命逼我来送死，我凭什么还要为他效忠？只要你能让我活下去，能让我有机会救出姐姐，我沈毅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吃下去。如果你能活到我踏平无极大陆的那一天，我会亲自带你去救你姐姐。你也知道无极大陆？这位小姐，也给我解药吧，我吕晨愿追随于你。这是半颗解药，可保你们50日内不毒发。若敢有二心，刚才那个废物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属下不敢，愿为主人赴汤蹈火。主人，有浓烈的杀气正在靠近，50个人，带头的有金丹境修为。好得很，正愁没人给我这把剑开焰。吕晨、沈毅，带上你们的人，跟我出去迎客。魏晨川，你果然躲在这里，交出庄婉之，老子给你留个全尸！就凭你们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！雨辰，你们几个叛徒，竟然敢背叛庄公子！你别，庄元清把我们当狗一样使唤，逼我们送死。现在我们只认庄大小姐为主。哈哈哈哈！群废物，认一个凡俗界的蝼蚁为主，那老子今天就送你们一起下地狱！杀！山影，除了带头的留几个活口，其余的全杀了。罪
命！主人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撤！快撤！想走，留下。这么响！饶命！女侠饶命！我们都是被五劫抓来的流浪孩，他给我们喂了穿肠毒药，逼我们来杀人，不听话就会七窍流血而死啊！3日断肠散，吃下我的解药，以后把命卖给我，我就让你们活下去。我们愿意，校长主人。婉之，搜到了什么？北离新帝竟然与魏景那个狗皇帝勾结，想要借修真者的手将我们一网打尽。还有潜伏在顾家那个装柔弱的柳若烟，根本不是什么可怜女子，她是北离的细作。细作？那顾家……皇帝既然想玩阴的，那我就先断他一臂。方宁、安怀、备马，去顾家田庄。踹开！是。方宁，大半夜的，你们强闯民宅，想造反吗？大公子，让开！柳若烟是北离国的细作，我们奉命捉拿归案。胡说八道！若烟这么柔弱善良，怎么可能是细作？你们这是蓄意栽赃！婉之，你这毒妇！我们顾家已经被你害得一无所有，连爵位都丢了。你大半夜跑来，非要把我们逼死才甘心吗？你个冷血的怪物！你不配做我们的母亲！你把我们害成这样，一定会遭报应的！聒噪！许明，庄婉之，你疯了！我跟你拼了！跟我拼？先看看你自己的那点安撒氏吧。这是父亲写给长公主的情书。不仅是情书，还有长公主府护卫的供证。顾修远，你为了往上爬，暗中勾结长公主魏出营，企图借她的手除掉我，好做你的皇夫大梦。可惜啊，你就是一条被魏出灵利用的狗。现在我脱离了顾家，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连长公主府的门都进不去，你的皇夫梦彻底碎了。不是伪造的，这是你污蔑我的，婉之，我们20年的夫妻，你为何要这般绝情？别拿那2个字恶心我！方宁，拿人，滚开！不许碰他！找死！若烟，你会武功？把这里挖开。不防土，通敌卖国，这是要满门抄斩的死罪啊！这不是我们家的，是那个女人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铁证如山，顾修远，你说这诛九族的罪名，皇上是信你，还是信这些证据？别杀我！不能杀我！我怀了顾雨轩的骨肉！住手！谁敢动他，我就死给谁看！母亲，庄婉之，算我求你。若仙肚子里怀的是我们顾家的古赖，是你的亲孙子，你就算再恨我们，也不能杀一个孕妇。婉之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你给这未出世的孩子一条生路吧。庄将军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主人，别听这小妖妇放屁，本尊查探过了，她肚子里连个气泡都没有。
纯属装的。亲孙子，你们顾家的种也配跟我沾身？方宁，把这蠢货给我拖开！大公子得罪了，放开我，若轩！柳若烟，北离地派你潜伏顾家，利用这群蠢货来刺杀我，又盗取京城布防图，罪无可恕。现在还想用假怀孕来骗取同情？我没有假怀孕，玉轩哥哥救我！把他带走，进行审问。就想从我嘴里问出任何情报。若烟，庄婉之，你这个魔鬼！把布防图和密信收好，我们走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都什么时辰了，五劫的人怎么还没消息？陛下息怒，五劫乃是金丹期高手，就算庄婉之有3头6臂，也绝不可能。启禀陛下，派去打探的探子回报，满月山庄外发现大量血迹，五劫和50名刺客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失手了。金丹期都杀不了他，这个贱人，他到底隐藏了多深的实力？陛下，庄婉之此人不除，必成大患。传朕旨意，立刻派御医去将军府，就说朕听闻他重伤，特赐圣药，朕要看看他到底是死是活。马莫，你这几天死哪儿去了？公主正发脾气呢。别提了，被庄婉之那个疯女人追杀，差点把命丢了。快带我去见公主，我有天大的情报。公主殿下，你想当女皇吗？马莫，你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刚才那大逆不道的话，若是被旁人听去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公主殿下，事到如今还装什么？您屈尊躲在这暗无天日的茶馆里，难道只是为了跟霍平寻欢作乐？马莫，放肆！注意你的态度！我拼了半条命带回来的东西，公主不妨先过目再定我的罪。这是庄家军的求援战报，庄婉之重伤濒死，庄园境的人马死伤过半。不错，庄园境为结果山庄一战，把底牌全砸。虽然庄婉之没死，但也成了强弩无没。现在庄家和皇帝2败俱伤，皇城的防守是有史以来最空虚的时刻。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顺手拿到了这个京城的最高绝变布防图，4大城门的换防漏洞上面标得清清楚楚。公主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！只要我们趁今夜集结死士，按图速袭，控制4大城门，直捣皇宫，那龙椅就是您的了。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魏景那个昏君，还有庄婉之那个贱人，统统都得死！霍平，立刻传令下去，启动所有暗桩，集结2万4兵，此时一刻，兵分4路，夺取城门，杀进皇宫。属下遵命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被权势蒙蔽了双眼的蠢女人，真以为皇位是靠几张破纸就能坐上去的？皇帝那边也察觉了动静，禁军正在向午门集结，这京城今夜怕是要血流成河了。我们下一步怎么做？立刻出兵平叛吗？平叛？为何要平叛？狗咬狗的好戏才刚刚开场，传令下去，让庄家军和你的私兵全部按兵不动。等魏景和魏初兰杀个2败俱伤，底牌尽出之时，我们再关门打狗，把这腐朽的东昭皇权连根拔起。魏初兰的死士已经冲破了第1道防线，禁卫军群龙无首，溃败只是时间问题。魏景这半辈子都在算计忠臣良将，临了却被自己的亲妹妹逼上了绝路。这东昭的皇权真是烂透了。我们何时动手？将士们已经按耐不住了。不急，既然魏初兰想唱这出大戏，总得让她把过场走完。传令下去，封死皇城外围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明白。今夜之后，东昭再无魏氏皇城。长公主殿下，弑君谋逆是要遭天谴的，快束手就擒！天谴？本宫就是天，这天下本就该是能者居之。魏景那个废物占了龙椅这么多年，早该让位了。给我杀！凡是挡路的，格杀勿论。今日谁能砍下魏景的脑袋，封万户侯！陛下，陛下当心脚下！只要出了这条密道，到了城外的皇家别野，咱们就安全了。魏初林这个毒妇，朕若能逃出升天，
定要将他千刀万剐，诛灭九族！陛下息怒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快给朕开门！庄婉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陛下，这条路您走不通。大胆逆贼，休伤陛下，奴才跟你拼了！陛下，你煞费苦心，想逃去哪儿？庄婉之，不，庄将军，飞狐将军，朕知错了，朕赦免你们庄家，朕把皇位让给你，别杀朕！死到临头还在画饼，你这条命，现在杀你，太便宜你。别急着讲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皇嫂，当年你仗着皇后的身份，可没少给本宫脸色看啊！出来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你放过孩子，他才5岁啊！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得罪了我的儿啊！你没事吧？好，还好没事。我记得你是庄婉之的人，是他派你来的吗？是。好，走，把他带走，告诉庄婉之，保护好小皇子。这种断子绝孙的滋味，好受吗？你的戏份结束了。撤出京城，让他先做2天女帝的美梦。炼气8层，这凡俗界的规矩，也该由我来重写了。从今日起，朕便是这东昭的主宰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报！陛下，大事不好，南城门告破，陈王魏晨川与庄婉之率10万大军已兵临宫门。魏晨川，他竟然没死，还有庄婉之那个贱人！陛下息怒，不过是一群凡俗的乌合之众，臣这就去取了那废王和庄婉之的项上人头，为您贺喜。好，货郎，给朕把他们碎尸万段！货郎，护驾，给我杀了这个贱人！找死！低贱的蝼蚁也敢动本公子的人！区炼气8层的凡族蝼蚁，竟能扛住本公子的威压，倒是有几分骨气。跪下磕头，本公子留你一句全尸。何公子，且慢动手，这等极品美人杀了太可惜，不如废了他的修为，让本公子带回无极大陆做个洗脚的贱妾，岂不妙哉？滚！贱婢，你找死！闪影，撕了他们！乖，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得一干二净，可别让晦气让你吃到拉肚子，知道了吗？怪我，快跑！妖后已逃，东昭百废待兴，臣魏晨川恳请将军登基称帝，君临天下。恳请将军登基，吾皇万岁！东昭已定，无极大陆，洗干净脖子等我！天下苦未逝久矣，若将军不坐这江山，东昭迟早沦为无极大陆修士的玩物。为了这凡俗界的苍生，请将军登基。请将军登基！做那任人摆布的傀儡，我庄婉之的命只有我自己能做主。既然避无可避，那便将这天下握在手里。好，
这皇位我接了，但从今日起，这世上再无东昭，魏氏皇朝到此为止。新朝国脉大盛，寓意繁荣昌盛，永不衰败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虽远必诛。吾皇万岁！大圣万岁！大圣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先帝遗诏，魏景咱迈无道，祸乱朝纲，今废除其地位与尊号，贬为庶人。先帝遗旨第2号，传位于陈王魏陈川。臣魏陈川，深知才疏学浅，无力护佑大圣子民。今日，臣愿将这锦绣江山禅让于大开国女帝庄婉之。魏陈川，你深明大义，胸怀天下。朕今日论功行赏，封你为大圣国一字并肩王，见君不贵，辅理朝政。臣谢主隆恩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吾皇圣明，并肩王千岁。主人，这些中品灵石里的灵气比下品浓郁1倍，足够你冲击筑基期了。无极大陆的人随时会来，我必须变得更强。给我破！混沌灵根，主人，你体内居然有5种属性的混沌灵根，这可是修真界100年难遇的绝景天赋。既然天赋如此之高，为何我前世毫无察觉？这具身体也一直羸弱不堪。主人，你体内隐藏着一股极其恐怖的神秘力量，但被一种特殊的禁忌手法封印了。你绝不是这凡俗界的人。封印，不是凡俗界的人，难道我？主人，有数十道远超金丹境的恐怖气息，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皇城，他们来了！魏陈川，立刻带领所有人退入地下密道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出来。婉之，可是无极大陆的人来了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你留下来只会送死，带他们走，保护好大圣的根基。所有人，立刻跟我走！哈哈哈！贱人，你居然敢独自出城送死！何大人，就是他杀了何公子。区一个刚突破筑基初期的凡俗蝼蚁，也敢杀我何家血脉？大人何须脏了手？属下这就斩了这贱人，为您下表。跳梁小丑！这女人有古怪，大家一起上！闪影，一个不留。庄元正，你还想跑第2次吗？救命啊！去吧，他归你了。住手！杀我何家人，受死！滚！能接我一掌，可以去死了。蝼蚁就是蝼蚁，受死吧！我命由我，不由天！主子，那是火莲诀，他身上有火莲诀神功，您身上的幽煞咒有救了。闭嘴！若不想爆体而亡，就盘膝坐好，跟着我的真气运转。主子，既然找到了解药，为何不将他带走？时机未到。那个人是谁？为何要帮我？父亲，今日我体内封印破裂，爆发出不属于凡俗界的神力。您到底隐瞒了我什么？我真的是您的亲生祖肉吗？姐姐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可能不是庄家的人？婉之，事到如今，为父确实瞒不住了，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。36年前，玉凤关大劫全靠一名女子出手相救，她抱着几个月大的你。那女子名唤林薇，后来成了我的妻子。林薇曾亲口告诉我，她只是你亲生母亲的丫鬟，你原本的家族被屠戮，她是拼死带着你逃到这儿。6年前，林薇也遭人灭口。丫鬟暗杀，原来
这才是我的宿命。无极大陆的仇家，不仅杀我亲生父母，还追杀到凡俗界，杀了林薇。孩子，是为父太弱，护不住你们。生育之恩大于天，养育之恩同样大如天。您永远是我庄婉之的父亲。至于无极大陆的那些杂碎，他们欠下的血债，我会亲自去讨回来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今日君临天下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无极大陆的仇家们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朕马上就来找你们清算了。吾皇万岁万岁！婉之，是我啊，我知错了。母亲，我是玉瑶啊，我是大圣的公主，快让我上楼去！哪里来的刁民，竟敢惊扰圣驾！上将军，是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母亲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一家人重新团聚不好吗？一家人？当初你们在将军茶水里下毒，联合外人要置他于死地时，可曾想过是一家人？现在看陛下登基了，想来讨荣华富贵，做梦！狗奴才，我是母亲亲生的，血浓于水，你敢阻拦我？等我做了公主，第一个砍了你的头！原来是那群白眼狼！呸！入口不入的东西，还想做公主皇子？打死他们！向荣，把这群挡路的垃圾丢出去，别脏了朕的红毯。遵旨。他怎么能这么狠，连亲生骨肉都下得去手？完了，全完了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连最后一条活路都被封死了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有贵人要见你们，老实点。长公主殿下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顾郎，看看你们现在落魄的样子，庄婉之那个毒妇，当真是一点旧情都不念啊！长公主，救命！那个女人疯了，她要杀我们！放心，既然她不要你们，本宫要。在这金龙山上，只要有本宫一口饭吃，就不会饿死你。长公主大恩大德，顾某没齿难忘。哟，我记得这些人都是跟庄婉之有关系，是吧？是啊。混蛋！你居然敢伤爹爹！会啊！爹爹走了，不要啊，爹！一群废物，连个土匪都对付不了。出去，把这群丧家之犬杀了，别扰了本宫的清梦。是，殿下。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那个贱人怎么会这么快找过来？上面的叛军与土匪听着，今日一个不留！杀！女皇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废话太多。庄婉之，你休想赢我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结束这场闹剧吧，聒噪！凡俗已了，无极大陆的仇家们，朕来了。金龙山的火已经熄了，魏初灵被朕亲手解决，
至于顾修远和顾玉轩，他们在山匪的乱刀下死无全尸。母皇，儿臣明白，从他们给您下毒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人。既然做错了事，就该承担后果。景儿记住，身在帝王家，软弱就是绝罪。大圣的江山需要一个铁血的储君。儿臣谨遵母皇教诲。陛下，朝中几个老顽固还在殿外跪着，死活不同意立太女之事。他们搬出祖宗礼法，嚷嚷着避忌司臣有违天道，甚至以死相逼。祖制、天道，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，朕的规矩就是大圣的祖制。传朕旨意，立庄锦绣为皇太女，再有敢言半个不字者，严惩不贷。臣遵旨。主人，有情况！东南方向200余道极其恐怖的气息正在逼近，全都是高阶修士。200人，无极大陆的仇家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守住皇城，开启所有防御阵法，任何人不得踏出半步。婉之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是庄婉之，想拿我项上人头邀功的，全都滚过来受死！像，太像了，7分像我那不成器的儿子，3分像儿媳。你果然是我的亲孙女。老头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想攀亲戚免死，这招对我没用。孩子，别动，让祖父看看你的脉象。300多年了，庄家终于又出了一个绝顶天才，苍天有眼啊！我林觉，当年您和养母带我逃到这里，难道真的隐藏着庄家吗？庄清风，你少在这装疯卖傻！庄婉之杀了我儿子何成，今日本家注定要将他的死为我儿子记起。去死吧，贱婢！想杀我，拿命来填！哼，放你娘的狗屁！罗文轩，你那个只会流连花香的废物庶子，私自下残害生灵，死有余辜。我孙女可是天之娇女，岂是那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？你再敢胡搅蛮缠，老子今天就拆了你这把老骨头！好你的庄长爷，你铁了心要高飞这个杀人凶器！杀！何家主真是好大的威风！你是谁？为何要插手我何家与庄家的恩怨？本座行事何须向你解释？再不滚，死！庄婉之，这笔血债我何家记下了。走！姓何的，你纵容子嗣搅乱凡劫，导致几10万生灵涂炭，这笔账我迟早去无极大陆找你清算，不死不休！痛快，乖孙女，骂得好！孩子，这是我庄家的最高家主令牌，拿着它到了无极大陆，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。多谢祖父。半月后是祖父的100岁寿宴，你处理完这里的事，一定要来。祖父在无极大陆等你回家。好，我一定到。陈川，凡俗界的恩怨已了，这大圣的江山我交给你了。锦绣还小，你辅佐他，别让他受委屈。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大圣在，太女在，愿陛下五运长虹，仙道巅峰。山映，你去一趟北离，若北离皇室还有那帮修真败类的余孽，解决他们。主人放心，本尊去就回。前世之仇已报，今生之路才刚刚开始。